21世纪的军备竞赛中，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短短几十年间，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从某些领域的落后者蜕变为领跑者，让世界为之侧目。究竟是哪些尖端利器支撑起了这场军事技术的飞跃？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2025年中国最先进的10大武器装备。传闻榜单中的第4名威力超越氢弹，第1名更被称为能改写战争规则的存在，让传统防御手段形同虚设。这些神秘武器到底是什么？真有如此厉害吗？让我们一起深入探索。第10名是福建号航空母舰。作为中国最新的海上巨无霸，福建舰标志着中国航母发展取得了革命性突破。回顾中国航母从无到有的历程，不到10余年间便走完了西方数十年的道路。第1艘辽宁号航母从购自乌克兰的旧舰改装而来，主要用于训练和技术探索。第2艘国产航母山东号在辽宁舰基础上小幅改进，仍采用传统滑跃起飞。然而第3艘即福建号却是一跃采用了世界最先进的电磁弹射技术，让中国海军的航母实力迈上新台阶。此外，福建舰计划搭载固定翼舰载预警机和现役歼负15舰载战斗机，未来还有望换装传闻中的歼负35隐身舰载机，进一步提升航母编队的整体战力。2022年6月，在滂沱大雨中，一艘庞然大物在上海江南造船厂缓缓出雾下水，这正是中国海军的第3艘航空母舰福建舰。作为中国首艘配备电磁弹射系统的航母，满载排水量超过8万吨的福建舰一问世就令国人振奋，外界震撼。要知道，航母上安装的电磁弹射器能够以强大的电磁力加速舰载机，在短短几十米内将战机从零推进到起飞所需的数百公里时速。这项技术此前只有美国最新服役的福特级航母才用上，而中国在福建舰上一举实现了跨越式追赶。传统的滑跃起飞航母由于没有弹射器，舰载机起飞时需要自身发动机全力加速冲上倾斜甲板，这限制了起飞飞机的载重和种类。例如预警机这类需要长距离平飞起降的大型固定翼飞机，在以往的中国航母上是无法运作的，但福建舰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有了电磁弹射，舰载预警机可以从平直甲板上弹射升空，为编队提供远程空中预警。歼击机也能携带更多的燃油和弹药起飞，再不用为节省重量而减载。更高效的起飞方式意味着出动架次显著提升，福建舰能在短时间内放飞更多战机投入作战，火力和探测范围都远超以往的滑跃航母。福建号航母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海军正式迈入3航母时代，并拥有了与世界最先进海军掰手腕的核心资产。尽管福建舰采用的是常规动力而非核动力，在持续航行和动力输出上距真正媲美美军顶尖航母尚有差距，但其种种先进设计已经让中国航母跃居世界前列。值得注意的是，据传中国已在酝酿下一代核动力航母的研制，一旦实现，将使中国航母编队的续航力和作战能力更上一层楼。可以说，福建号以第10名的身份登场，却为中国海上力量带来了质的飞跃，向世人展现了中国尖端造船和海军航空技术的飞速进步。试想，当如此先进的航母编队巡航深海时，昔日的海上霸主们又岂能不重新审视海洋格局？第9名是轰道20隐身战略轰炸机。这是一款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武器，也是中国迈向空中攻防领域巅峰的关键一步。长期以来，中国空军在远程战略打击方面的短板十分明显。主力轰炸机一直是老旧的轰负6系列，是在苏联图负16轰炸机基础上改进而成的机型。尽管经过现代化升级，轰负 6K、轰道 6N 已可发射远程巡航导弹，但作战半径和隐蔽能力都有限，无法满足全面的战略打击需求。为了填补这一空白，中国在2010年代就开始秘密研发新一代隐身轰炸机。外界推测，这款被称为轰负20的战机将采用飞翼式隐身布局，外形类似美军的 B-2 幽灵战略轰炸机或最新的 B-21 突袭者。由于研制工作高度保密，我们目前对轰负20的具体性能只能靠推测。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它将拥有惊人的续航与载荷能力。有人猜测，轰负20的航程可能超过12000公里，不加空中加油即可直抵第二岛链甚至更远的战略纵深目标。而更令人侧目的是，其机内弹舱或可携带各类先进武器，包括核弹头、远程巡航导弹，甚至未来的高超音速导弹。一旦服役，轰负20将使中国首次拥有真正意义上的隐身远程战略轰炸机。这意味着中国战略核三位一体力量的最后一块拼图将宣告补全。届时，中国可以从海、陆、空三方面对战略对手形成有效威慑，使对手的任何一层防御都面临极大压力。据推测，轰负20有望在2025年前后实现首飞，并进入人们视野，从而结束中国在远程隐身轰炸领域的空白。可以设想，未来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几架黑色的飞翼轰炸机在无声无息中掠过高空，敌方雷达毫无察觉，却在顷刻间发现自己的关键目标遭到精确摧毁。这并非科幻电影的桥段，而是隐身轰炸机带来的全新战争样态。对中国空军而言，轰负20的出现将彻底改变过去只能防守反击的局面，使其具备对战略纵深目标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能力。有了轰负20这样的大国利器，谁还敢小觑中国空军的远程打击力量？据称，轰负20还可能携带新型隐身巡航导弹，从安全距离外发射精确摧毁目标，大幅提高对敌防空网的突破能力。在我们的榜单中，这架尚未正式露面的轰负20凭借其潜藏的巨大威力名列第9，充分体现出中国在航空尖端科技领域的雄厚实力和野心。第8名是中国新一代战略核潜艇。对于一个核大国而言，能在海底悄然执行战略巡航的核潜艇部队，是维持核威慑的压舱石。中国海军的094型近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已经使中国拥有了一定的海基核反击能力。目前约有6艘094型潜艇在役，每艘可携带12枚巨浪到2潜射弹道导弹。要知道，上世纪80年代建造的第一代92型战略核潜艇仅有1艘，且技术落后。如今经过世代更替，中国的水下核力量已非昔日可比。而据传，更先进的096型核潜艇正在研制中，将在不久的将来接棒，成为中国水下战略力量的中坚。与陆基发射井或机动导弹相比，潜藏深海的核潜艇更加隐蔽难寻，一旦潜入茫茫大洋，就如同幽灵般消失在声呐和雷达的夹缝中。094型潜艇性能虽已今非昔比，但其搭载的巨浪负2导弹射程约为8000公里，这意味着潜艇需要冒险潜出到太平洋中部，才能威胁远在另一端的目标。为此，中国正在开发更远程的巨浪负3潜射弹道导弹，据信其射程可达12000公里以上，哪怕在近海发射，也能打击洲际目标。096型潜艇若成功服役，预计将携带这种强大的新型导弹，并采用更安静的先进动力和降噪技术，如泵喷推进器、消音瓦等，大幅提升潜伏深海的生存能力。据分析人士评估，096型的噪声水准将比上一代显著降低，可逐步接近美俄最新型战略核潜艇的安静程度。与美国、俄罗斯拥有数十年经验的大型战略潜艇舰队相比，中国的水下核力量起步较晚，但正在快速赶上。美军现役的俄亥俄级、俄军最新的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在静音性能和导弹搭载数量上依然领先，但096型的出现将大幅缩小这一差距。可以想见，在幽暗无光的深海中，一艘中国战略核潜艇正悄无声息地巡航，敌对方可能倾尽全力也难以定位其踪迹，却又时刻惧怕它会从海底释放出毁灭性的核打击。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深海杀手坐镇，任何妄图对中国发动核攻击的对手都必须三思而行。深海中的幽灵手握末日利剑潜伏，敌人却只能徒劳的搜索，这正是战略核潜艇的可怕之处。中国也在加紧建设水下长城海底声呐监测网，用于掌握周边海域动态，为本国潜艇行动提供预警支援。作为第8名入榜的先进武器，中国新一代战略核潜艇充分体现了藏于无形的威慑之力，为国家战略安全构筑起一道深不可测的水下盾牌。第7名是
航母杀手东风负 21D 与东风负26反舰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海战的游戏规则，让过去耀武扬威的航空母舰也不得不慑于其锋芒，退避三舍。东风负 21D 是世界上第一种专门用于打击高速机动舰艇目标的弹道导弹。发射时，火箭从数百公里外升空，在大气层边缘高速飞行，然后以每秒数公里的惊人速度从天而降，直接命中正在航行的航空母舰。试想一枚数百公斤重的弹头以极音速砸向航母甲板，其动能之巨大，足以在钢铁甲板上撕裂出恐怖的坑洞，更不必说弹头内还可能装载高爆炸药甚至战术核弹头。航母纵然全身披甲，只怕也难挡如此雷霆一击。东风负26导弹则有关岛快递的外号，作为东风负 21D 的远程加强版，东风负26射程可达4000公里以上，不仅能精确打击海上大型舰艇，也可对陆地目标进行中远程精确打击。更重要的是，东风负26具备核常兼备能力，同一型导弹既可携带常规弹头，也可换装核弹头，令对手难以预测和防范。在2020年8月的一次实弹演习中，中国据报在南海试射了东风系列反舰弹道导弹，导弹从数千公里外腾空而起，最终击中南海某海域的预定靶标，向世界展示了航母杀手的真实威力。这一消息令美国海军深感震惊。昔日横行无忌的航母编队，如今头顶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不得不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要发挥反舰弹道导弹的威力，目标指示至关重要。为此，中国构建了完善的海上目标侦察与指挥网络，包括天上的军事卫星、地面的超视距雷达、海面的侦察船只以及高空无人侦察机，共同组成对海探测体系，可在上千公里外发现并连续追踪航母编队的位置。一旦锁定目标，导弹部队即可根据来自侦察网的数据发射东风导弹，并在飞行途中将最新的目标资讯传输给弹头，修正弹道以提高命中率。这种天网加神箭的组合，使得东风负 21D-26 真正成为令航母无处可藏的杀手锏。东风负 21D-26 导弹体现了以陆制海的非对称作战思路。过去，巨型航母战斗群所到之处，往往令缺乏强大海军的国家望而生畏。但如今，中国凭借这些先进的反舰弹道导弹，可以从陆地遥控打击远在大洋深处的敌方舰队，迫使对手的航母不敢轻易靠近敏感水域。有军事专家形容，东风系列航母杀手导弹已让航空母舰从昔日战略进攻的利器，变成了需要随时提防四处隐患的易损目标。难怪有西方评论称，如今航母舰长在夜半入眠时都要担心头顶是否正悬着一枚东风导弹。面对东风负 21D-26 的严峻挑战，美国也在加紧研发新一代拦截导弹和干扰技术，例如舰载 SM-6 防空拦截弹，针对弹头的诱饵干扰等，希望未来能增强对航母杀手的防御能力。但这一切仍需要时间和大量投入。在我们的榜单中，这对令航母闻风丧胆的杀手锤位居第7，象征着中国在非对称军事技术上的创新突破。第6名是歼道20隐身战斗机，作为亚洲出现的第一款第5代隐身战机，歼负20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空军实力跃升到与世界顶尖航空强国比肩的水平。在隐身战机领域，长期以来，美国可谓一家独大，以 F-22 和 F-35 隐身战斗机维持着空中优势。然而2011年，一架造型奇特的黑色战机蓦地出现在成都的蓝天上，它就是歼负20的原型机。经过几年的试飞改进，歼负20于2017年前后开始列装部队，成为继美国之后率先拥有现役隐身战斗机的国家。当时俄罗斯的 SU-57 隐身战机尚未正式服役，歼负20的提前服役使中国成为实质上的第2个5代机服役国。目前估计已有上百架歼道20战机投入解放军服役，分布于多个重要战区，并逐步形成实战能力。歼负20采用双发动机、无尾三角翼加前翼的独特气动布局，融合了隐身与机动的双重需求。机体大量使用雷达吸波材料，外形平滑简洁，正面雷达反射截面极低，
可以在敌方雷达网中悄然逼近而不被发现。同时，歼负20拥有强大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和先进航电系统，可以在100公里外锁定空中目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搭载的 PL-15远程空对空导弹射程据称超过200公里，比大多数西方战机所配射程更远。这意味着歼负20往往能够先敌发现、先敌开火，在对手尚未察觉之时就已发射致命一击。在动力方面，歼负20刚服役时装备的是俄制发动机，推力和隐身性能略受限制，但随着国产涡扇负10C 发动机投入使用，歼负20已部分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综合作战性能更上一层楼。而正在研制的新一代涡扇道15发动机，据称将采用3维矢量推力喷口，并提升推力输出。未来换装后将使歼负20在机动性和隐身性能上达到最佳状态，充分发挥其设计潜力。实战模拟显示，在1对1空战中，歼负20凭借隐身优势往往能占据有利位置，常常是未见其形先闻其弹。即便面对当今美军最先进的战斗机 F-22 或 F-35 歼道20，在某些性能上也毫不逊色。而中国还在研发歼负20的双座改进型，这将是全球首款双座隐身战机。有了第2名飞行员，歼负20可以更好地指挥多架无人僚机协同作战，或执行复杂的远程对地攻击任务。可以想见，未来空战将不再是单打独斗的狗斗模式，而是有人驾驶战机与蜂群无人机联合作战的新格局。歼负20的出现，让中国空军在战机质量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也让曾经不可一世的对手开始重新审视天空中的中国威胁。在歼负20那双锐利的龙眼注视下，曾经称霸天空的对手也不得不心惊胆战。歼负20的服役也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日本正着手研制自己的第6代战机，韩国则加紧引进 F-35 等隐身战机，以应对中国不断提升的空中优势。以如此亮眼的表现，歼负20当之无愧地成为榜单第6名，代表着中国在尖端战机研发领域的非凡成就。第5名是东风负41洲际弹道导弹，它被誉为中国的终极国之重器，是中国目前射程最远、威力最大的陆基战略核导弹。东风负41采用3级固体火箭推进，由机动发射车搭载，可在公路或铁路上灵活机动，令敌方难以预先锁定发射阵地。其最大射程据信达到14000公里以上，足以覆盖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目标。更令人畏惧的是，东风负41可携带分导式多弹头，一枚导弹上装载10枚当量数十万吨 TNT 的核弹头，可以在重返大气层后分别寻找各自的目标，如同10颗死神陨星同时从天而降。整体性能已经达到美俄新一代洲际导弹的先进水准。东风负41的服役大幅提升了中国的战略核威慑实力。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主要依赖东风负5这种老式液体燃料导弹和少量的东风负31固体导弹进行核威慑。东风负5虽然当量巨大，但需要在发射前加注液态燃料，且只能固定发射，生存能力堪忧。东风负41的问世则完美解决了这些问题。固体燃料导弹可以随时快速发射，不需繁琐的临时准备。机动部署使敌方难以定位或摧毁发射装置，再加上多弹头技术足以突破敌方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确保中国在遭受核打击后依然保有足够的核力量进行2次打击。此外，美国现役的民兵 II 洲际导弹服役已久，且仅携带单弹头。俄罗斯近年测试的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导弹虽射程更远，载荷更大，但尚未真正部署。东风负41的综合性能足以与美俄最新型号分庭抗礼，标志着中国已稳稳跻身战略导弹强国之列。近年来，卫星影像显示，中国在西部沙漠地区新建了大量疑似导弹发射井，估计是为部署更多东风负41或其改进型做准备。由此可见，中国正着手扩充东风负41等战略导弹的部署规模，以确保拥有强大的核威慑能力。想象一下，如果一场核战争爆发，东风负41导弹分散隐蔽于广袤的中国大地上秘密机动，
一旦接到复仇的命令，数十枚导弹冲天而起，刺破云霄，每枚携带的多枚核弹头将如同洒落的流星雨一般扑向敌方本土，哪怕对手拥有先进的反导系统，也无法同时拦截如此多高速飞行的弹头，最终将付出毁灭性的代价。正因为有东风负41这样的终极利剑坐镇，中国的战略安全底线才更加牢不可破。试问，哪个国家敢冒着头顶倾泻10几枚核弹的风险与之对抗？东风负41带来的这个问题，恐怕没有理智的领袖愿意用实战去回答。需要强调的是，中国长期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拥有东风负41这样强大的核反击力量，正是为了确保自身的核威慑可靠可信，从而防止毁灭性战争真的爆发。它能够在我们的榜单中位居第5名，充分说明这款武器在中国国防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极端威慑力。第4名是传说中威力超越氢弹的恐怖武器钴弹。顾名思义，钴弹是一种在核弹中加入金属钴作为颜料的特殊热核武器。它的杀伤原理并非依靠更大的爆炸当量，而是透过制造滔天的辐射尘来达到毁灭效果。钴弹爆炸时，氢弹的热核聚变会产生大量高能中子，这些中子轰击弹壳中的普通金属钴负59，使之转化为强放射性的钴负60。同位素钴负60具有长达5年左右的半衰期，并在衰变过程中释放出致命的高能伽马射线。换言之，一枚钴弹爆炸后，会在目标区域播撒出难以清除的剧毒辐射尘，让大片土地数年乃至数十年成为人类禁区。相比之下，普通氢弹虽然爆炸威力巨大，但其残留辐射影响相对有限，而钴弹则将核武器的长期生态毁灭能力提升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钴弹常被称为末日炸弹，因为如果制造足够多并同时引爆，理论上可以让整个地球笼罩在放射性尘埃中，导致人类文明走向终结。幸运的是，截至目前，这种武器仅存在于理论探讨和小说、电影的假想中。比如在经典影片《奇爱博士》中就出现过钴弹这样的末日装置。现实中，没有任何国家公开试验或部署过真正的钴弹。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都曾有科学家提出过制造钴弹的可能性，但这一主意过于疯狂，连联合国也曾出面呼吁各国放弃研制毁灭整个人类的末日武器。中国作为拥有热核技术的国家，自然也完全有能力研制钴弹，但基于人道和战略平衡的考量，这种灭绝人性的武器并未出现在实际军备序列之中。尽管如此，我们仍将钴弹列入榜单第4名，因为它象征了人类军事科技所能触及的最黑暗深渊。试想，一枚看似不起眼的核弹头在城市上空爆炸，当耀眼的火光散去后，幸存者却发现四周的一切都沾染上无形的死神强辐射尘埃，飘散在空气中。人们无论躲入防空洞还是紧闭门窗，都难逃辐射的渗透。短时间内，大批生命将因辐射病痛苦逝去，而幸存者也不得不永久离开故土。如此景象比瞬间毁灭更为可怖，真正应了生者无己，死者无彼这句让人不寒而栗的箴言。钴弹之所以被称为超越氢弹，正因为它带来的是长久而全面的毁灭。钴弹的概念仿佛在警示，核战阴影之下人类文明的脆弱超乎想象。又有谁希望亲眼目睹这般末日景象成为现实呢？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曾成功试爆过中子弹，也被称为强辐射弹头。这种核武器以辐射杀伤为主，爆炸当量较低，是另一种特殊的核武技术。但中子弹最终也因战略和人道考量没有大规模列装，与钴弹一样成为库房中的理论武器。第3名是055型万吨驱逐舰。这种先进战舰常被称为神盾舰的巅峰之作，因为它集中了现代海战中几乎所有领域的顶尖技术。055型导弹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超过12000吨，相当于美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级别，是名副其实的海上巨兽。它全舰采用隐身化设计，舰体表面平滑，几乎不见棱角，再配合先进的雷达吸波涂层，
使敌方雷达难以捕捉到它的身影。同时，055型配备了双波段相控阵雷达系统，具备强大的空中和海面目标探测能力，据称连隐身飞机也难逃其法眼。更令人称道的是，055拥有多达112单元的通用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可发射防空、反舰、反潜、对地攻击等各类导弹。一艘055就如同一座移动的导弹军火库，火力投射能力令人啧舌。在演习响定中，一艘055型驱逐舰足以作为编队旗舰，在上千公里范围内指挥协同多平台作战。它可以发射远程防空导弹，为整个舰队撑起一张严密的天网，拦截来袭的敌机和反舰导弹，也能突然发起对海打击。其发射的鹰击负18超音速反舰导弹贴海突防，让敌方舰艇防不胜防。此外，055还配备了先进的声纳系统和反潜武器，可与舰载直升机协同对潜作战，对深藏水下的敌方潜艇发起攻势，形成完善的反潜屏障。更具威胁的是，它还能发射对陆巡航导弹，打击敌方岸基防御和关键目标，实现公海对陆地纵深的火力覆盖。有传言称，055未来甚至可能加装高能激光或电磁轨道炮等定向能武器，进一步增强其作战能力。可以说，055型驱逐舰的出现改写了传统海战的某些规则。过去，大型水面战舰往往需要依赖航母提供掩护和远程打击手段，而055自身就兼具攻防一体的强大能力，令中国海军在远洋作战中多了一件令人生畏的利器。曾有军事评论感叹，一舰可灭一国。这说法虽有夸张成分，却也从侧面印证了055型战舰综合作战实力的强悍。不仅如此，中国已经建造并服役了多艘055驱逐舰，显示出雄厚的造舰实力以及对海权的高度重视。放眼全球，同级别的万吨级现代化战舰屈指可数。美国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吨位更大，但仅建造3艘且造价高昂。俄罗斯则受经济所限多年，未能推出新式大型水面舰艇。相比之下，中国能在短时间内批量打造多艘055入列，凸显了强大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实力。有人说，一支配备055的舰队所到之处，可敌一支中等海军，或许言过其实。但055型大驱的强大，确实已令对手不敢掉以轻心。作为我们榜单的第3名，055型万吨大驱无疑是中国海军迅速崛起的象征之一，也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水面战斗舰之一。第2名是东风负17高超音速导弹及其衍生的高超音速武器系列。高超音速技术被誉为改变战争游戏规则的新式武器领域，因为传统防御系统对付以极端速度机动飞行的目标往往束手无策。2019年国庆阅兵式上，中国首次公开亮相了东风负17导弹，这是世界上首款正式列装的高超音速滑翔导弹。它由一枚中程弹道火箭发射，在上升段将承载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送入大气层边缘，随后滑翔器脱离火箭，以超过10倍音速的速度沿着大气层边界高速俯冲和滑翔飞行，并不断变换轨迹和高度，迂回绕过对方的雷达监视和拦截网络。据估计，东风负17的射程可达2000公里左右，足以覆盖第1岛链乃至第2岛链上的重要目标，且可按需要换装常规或核战斗部。当它接近目标时，犹如从天而降的陨石，以无可阻挡之势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高超音速导弹的可怕之处在于，它集合了弹道导弹的高速和巡航导弹的机动变轨能力。传统反导系统大多依赖预测固定抛物线轨迹来拦截来袭导弹，但面对东风负17这样飘忽不定的高超音速滑翔弹头，现有的防御雷达和拦截弹往往难以及时反应。美国军方曾坦言，高超音速武器让他们引以为傲的导弹防御网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世界上仅有中、美、俄少数几国在研发高超音速武器，其中俄罗斯已部署了先锋高超音速滑翔弹头和匕首空射高超音速导弹，美国则尚未有成熟产品服役。中国的东风负17作为全球首款现役高超音速滑翔导弹，其领先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事实上
2021年，据外媒报道，中国进行了一次令人震惊的试验，一枚携带高超音速滑翔器的火箭沿部分轨道环绕地球飞行，随后高速俯冲命中预定靶区。这意味着中国已在探索部分轨道轰炸系统与高超音速技术的结合，可以从出其不意的方向对目标发动打击，绕过对手传统的预警系统。消息一经传出，全球哗然，许多军事观察家将此事件与20世纪50年代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引发的太空竞赛相提并论，认为这标志着新一轮军备竞赛进入了新的维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超音速导弹的出现让传统防御体系犹如纸糊一般脆弱无力。当飞行器以每秒3公里以上的速度机动袭来，任何地面或海上的防空系统若无革命性升级，都难以将其拦截于半空。对中国而言，东风负17赋予了快速且难以防御的打击手段。一旦冲突爆发，它可以在敌方反应过来之前摧毁关键目标，极大提升了战略威慑与实战能力。高超音速武器技术正是因为这种无解的非对称优势，被称作改写战争规则的颠覆性力量。据悉，中国还在研制射程更远的高超音速武器，例如可能命名为东风负27的型号，未来或可将高超音速打击范围拓展到洲际距离，使这种无解武器的威胁进一步升级。当高超音速导弹袭来之时，防御者只能目睹末日降临，却无力阻止，足见这种武器对传统战争模式的颠覆程度之深。中国在该领域的领先优势，让东风负17当之无愧地成为我们榜单的第2名。第1名是高能激光武器，亦即传说中的死亡之光。与榜单上其他依靠动能或弹头毁伤目标的武器不同，激光武器以光速发射高能束流对目标进行定向打击，具有无可比拟的精确性和瞬时打击能力。一旦将强大的激光束聚焦在目标上，几秒钟内便可将其灼穿，甚至引爆。中国在高能激光领域的研发近年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进展。据媒体报道，中国科学家已攻克连续发射时激光器过热散热的瓶颈，开发出能够长时间稳定输出高功率激光束的技术装置。这意味着昔日科幻电影里才能见到的连发死光正一步步走向现实。想象一下，一束肉眼难见的高能光束划破长空，瞬间命中数十公里外飞袭而来的导弹，将其无声无息地气化；又或是一群敌方无人机编队逼近时，疏忽之间便如纸片般被烧得纷纷坠落。甚至有传言称，中国正研制某种大型激光武器系统，在理论上 2.5 秒内即可烧穿潜艇厚重的耐压外壳，可见其威力之强悍。激光武器被誉为战场规则改写者，绝非虚言。首先，激光打击几乎无法躲避它，以光速直达目标，传统的机动变轨、超高速度在光束面前形同虚设，世上没有任何飞行器能快过光束躲闪。其次，激光武器的拦截成本极低，对比一枚造价数百万美元的防空导弹，一次激光发射只需耗费极少的电能，弹药近乎无限，用它对付蜂拥而至的大批目标经济而高效。当然，目前激光武器的效能仍会受到云雾、沙尘等天气条件的影响，在恶劣环境下射程和功率可能有所下降。但随着自适应光学、粒子束整形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更高功率激光器的出现，这些限制正逐步被克服。除此之外，强大的激光束还可用于打击低轨道卫星或摧毁敌方敏感电子设备，极大拓展了战争的维度。最后，激光攻击不会产生任何弹片碎片，且来去无踪，敌方往往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装备就已经瘫痪报废。有了高能激光的加入，许多传统上引以为傲的攻防手段都将失去优势。高速飞行的导弹和炮弹会被拦截烧毁，重型坦克的厚重装甲在持续定焦的激光灼烧下如同薄纸一般脆弱。正因如此，世界各军事强国都在竞相研发定向能武器，而中国被公认为处于第一梯队。美国海军近年也在战舰上测试激光炮系统，用于近程防空。俄罗斯则宣称部署了佩列斯维特激光装置，用于反卫星防空。但在连续输出功率等关键技术指标上，
中国的高能激光进展并不逊色，某些领域甚至实现了领先。试想未来某场战争中，激光束如闪电般掠过天空，敌方上千枚来袭导弹转瞬灰飞烟灭，这将是多么科幻而真实的震撼画面。高能激光武器之所以名列我们榜单的第一名，不仅因为其技术含量极高，研发难度极大，更因为它预示着未来战争形态可能发生的颠覆性转变。当战场上闪烁的激光光束取代传统的炮火与硝烟，将标志着人类军事正式步入光速时代。谁能率先掌握并部署实用化的强力激光武器，谁就有可能在未来冲突中取得压倒性的优势。中国的激光武器项目无疑是这场新军备竞赛的领跑者之一。如果说氢弹的出现曾改写了20世纪的战略规则，那么在21世纪，激光或许将成为改写战争规则的下一位玩家。据推测，中国或将率先在新型战舰和地面防空系统上部署实战化的激光武器，用于拦截来袭目标。未来也不排除研制空基或天基激光系统，以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拦截与打击。登上榜首的高能激光死亡之光，代表了中国军工科技最前沿的突破，也让传统防御体系显得愈发脆弱无力。纵观以上10大尖端武器，涵盖了海、陆、空、天以及新兴的电磁领域，几乎囊括了未来战争的各个维度。从航母巨舰到隐身战机，从战略导弹到定向能武器，这些装备的涌现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军事科技的飞跃式发展，也在悄然重塑着大国博弈的规则。他们所折射出的既是力量，更是责任。拥有强大的武力并不意味着好战，相反，正因深知战争的毁灭后果，才能更珍视和平的可贵。愿这些利器永远只需用于防范和威慑，而不必真的登上战场挥洒杀机。唯有如此，人类才能在军备竞赛的阴影下守护住来之不易的和平。